这背后的取舍说明了一个问题，这不是乱堆协议的机器，而是一个对当下快充生态非常了解的工程师产品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，GAN 氮化镓快充加多口输出加桌面氛围灯电竞风外设整合。简单来说，他想当一个插线板，但又不甘心只当一个插线板。深圳黑鱼文化科技推出的电力坦克桌面充电站，官方宣传的是同档最强电竞插线板。这句话说得非常猛啊！到底是坦克还是充气坦克？今天我们来测试它到底有没有货。如果你也正考虑桌面整合、电竞布线，或者是冲着 RGB 氛围来的，别急着出手，先把咱们这一期视频看完，看看这辆电力坦克是不是你要的桌面战车。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产品的外包装，240瓦的标识，黑鱼的 logo， 电力坦克的标识，产品的概念图片，背面则是它的规格信息，桌面充电站带插座功能，这边有条码信息，整个包装的风格就是非常潮的赛博朋克的风格。天地盖的设计，硅基生命产品系列的说明书，产品的本体放在这个黑色的卡座里面，上面有一层磨砂的膜把它盖住了，我们把它撕掉。这就是这款黑鱼桌面排插充电站啊，这第一眼看上去非常硬朗的一种赛博风格，也可以说是一种电竞风格吧。3个无孔插座，整体为银色加黑色的配色，营造出一种非常有科技感的外观。线材配置的是编织线，非常粗啊。这个是220伏的交流三角插座，也是非常有个性的方墩墩的一种设计啊。这个交流电源线的长度大约就是1.5米，多了2厘米。交流电源线的直径大约是7.4毫米，很粗啊。这个排插充电站的长度大约是196毫米，宽度大约是70毫米，连无孔插座的高度大约是60毫米。排插充电站本身的厚度是42毫米。这个排插充电站连包装盒一起的重量是1385克，整个排插充电站的重量是935克。这个产品的细节，咱们就通过一组特写镜头来进行展示吧。插上电以后，这个插板这里有一个按键，这个按键是触控式的操作啊，可以切换灯效。正面则是它的4个充电口，每个充电口上面都有功率标识，规格信息写在背面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桌面充电站带插座功能，型号是 MFISH E-Tank-240瓦，输入规格是100至240伏全球电压。C1 口输出最大功率140瓦 ，C2 口输出最大功率100瓦 ，C3 口和 C4 口输出功率则是30瓦。下面则是多口功率分配，我们后面再测试，总功率设定在240瓦。这下面则是插座的规格参数，250伏10安，2500瓦的最大功率，插座的参数啊。黑鱼设计，中国制造，深圳黑鱼文化科技有限公司。这边则是3C 认证，非热带地区使用，海拔小于2000米地区使用，循环10年，室内使用，双路绝缘，请勿扔向垃圾桶。3C 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图。我们现在来检测一下这4个充电口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。首先，这是 Type-C 1口所支持的快充协议，融合快充的105瓦，高通 QC 3+，5伏、9伏、12伏、3.6至12伏。华为 FCP 最高功率18瓦，华为的 SCP 协议最高功率23瓦。PD 3.1 140瓦协议，
固定档位6个，最高28伏5安140瓦，5至21伏的5安的 PBS， 还有 AVS 15至28伏的140瓦，DCP、SAM 和 Apple 2.4 3个基础协议。然后这是 Type-C 2口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的情况。这个充电口没有了 UFCS 融合快充，有 QC 3.0 的5伏、9伏、12伏、20伏、3.6至20伏，华为 FCP 的24瓦功率，华为 SCP 的40瓦功率，三星 AFC 的24瓦功率，展讯的 SFCP 协议， PD 3.0 100瓦协议， PD 3.0 固定档位5个，最高20伏5安100瓦， PBS 协议 3.3 至21伏的5安，只有一个 PBS 啊，基础功率3个，跟前面是一样的。现在测的是 Type-C 3口快充协议支持的情况，高通 QC 3.0 的协议跟前面是一样的，华为 FCP 24瓦，华为 SCP 20瓦，三星 AFC 24瓦，展讯的 SFCP， 然后 PD 3.0 30瓦的协议，固定档位5个，最高20伏 1.5 安，有15伏的档位，苹果15、16就可以直接启动15伏的电压档位，基础功率跟前面一样3个。然后这是 Type-C 4口的协议，跟前面 Type-C 3口的协议是一模一样的。协议检测完了，我们现在就是来验证它的快充兼容性的情况，看它对安卓手机的兼容性怎么样。苹果手机它是公版的协议，这个是不需要测试的，后面我们直接采集它对苹果手机充电的一个数据就可以了。首先我们从米家的设备开始，这部手机的自充功率是67瓦， Type-C 1口启动 PBS 快充，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4瓦左右， Type-C 2口的 PBS 快充一样的可以跑到24、5瓦。C 3口、C 4口它是小功率的，功率在13瓦左右，也很正常。我们用这部荣耀60来验证一下华为的兼容性。Type-C 1口启动了超级快充，真实功率在20瓦左右。Type-C 2口它没有启动 SCP 协议，这个对于后面荣耀手机来说的话，肯定是一件好事。Type-C 3口启动超级快充，功率也可以跑到20瓦左右。C 4口的话，肯定跟 C 3口也是一样的啊。荣耀300手机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兼容性。C 1口显示超级快充，我们就不看了。C 2口启动 Max 100瓦超级快充，可以启动极速模式。刚刚测试华为的兼容性，它启动不了 SCP， 这对荣耀手机确实是一件好事。真实功率可以直接跑到70瓦左右，最高功率啊，非常不错的一个 PBS 啊。这部手机是绿厂的，可以支持 PBS， 也可以支持融合快充的设备。Type-C 1口直接启动 PBS 快充，真实功率25瓦左右。Type-C 2口一样的启动 PBS 快充，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6瓦左右。C 3口可以跑到15、6瓦的功率，也是很不错的。如果是24年上半年以前的绿厂的设备，它是没有 PBS 协议的，用这个的话要注意一点，功率不会很高，大概就是15瓦左右。这一部手机为蓝厂的设备，它可以支持33瓦的 PBS， 蓝厂的快充标识已开启， PBS 功率已经启动，真实功率可以跑到30瓦左右啊。C 2口的功率也可以跑到31、2瓦，很不错。后面两个30瓦的 Type-C 口我们就不试了。三星手机 Note 10加来看一下能不能启动快充 2.0。 Type-C 1口启动快充 2.0， 真实功率在20瓦左右。 C 2口同样启动快充 2.0， 功率也是差不多的。 C 3和 C 4口显示的是正在快速充电，真实功率在15瓦左右。 C 1和 C 2口如果是新款的三星，功率会更高一点。这个不甘心作为排插的一个黑鱼电力坦克，它的兼容性表现非常的不错，实际充电效果会怎么样？我们马上就来采集它的充电数据。首先我们用荣耀100采集它的 PBS 100瓦的充电数据。这部手机目前还有 4% 的电量，我们直接开始充电。充电的同时，我也会用热像仪来采集它的温度情况。这个荣耀100充电已完成，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。最高的峰值功率是70瓦的功率啊，持续了40秒钟时间，然后降到61瓦的功率，持续了1分钟时间，再降到52瓦的功率，也持续了30-40秒，然后调整功率，涨到42瓦功率，充了10秒钟，然后降到34瓦的功率，充了14分钟左右。后面就是30瓦的功率，27瓦的功率，一直充到90%，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，直到充满电。这个手机从4%的电充到100的电，只花了41分钟时间，这个充电速度还是非常可以的。我们来看一下温度啊，充到半个小时的时候，我采集了一下这个充电口部分的温度啊，最高的温度是47.5度，测试的时候咱们室内的温度26度左右。这一个充电站的 C 3口和 C 4口两个口的功率都是30瓦，基本上就是为华为手机和苹果手机准备的啊。这部手机为苹果15，我们就用它来采集
这30瓦充电口的充电数据。目前这个手机是一点电都没有，我们直接充电嘛。这部苹果手机已经充到95个电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啊。经常看咱们视频的朋友们，一看这种曲线就知道是苹果的。4个阶段的充电曲线图非常标准。前面2分钟就是没有电的时候，5伏的基础功率，充开机功率就直接涨到26瓦的功率啊，但是这个只坚持了30秒钟。后面就是第一阶段充电20瓦的功率，持续了18分钟左右。第二阶段的15瓦的功率持续了8、9分钟。第三阶段的11瓦的功率持续了7分钟左右。后面就是几分钟的6瓦的功率，然后就充到80%，转为5伏的基础功率进行涓流充电。这个手机从0到80一共花了51分钟，这个时间是非常标准的苹果充电时间啊。苹果手机从20%以下到80%的电量，基本上都是40-50分钟时间，不是说你用多大的功率就可以充得多快，而是苹果手机把充电的时间都做了严格限制的。这个20来瓦的功率，大概充到30-40分钟的时候，咱们测了一下表面温度。充电口部分的输出温度为42.3度，测试的时候我们室内的温度26度左右。这个黑鱼电力坦克拉手机的话，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啊！它标称的是240瓦的总功率，能不能扛得住？我们马上来测试它的极限拉载能力。我们 C1 口直接输出28伏5安140瓦 ，C2 口输出100瓦的功率，2个充电口加起来的总功率就是240瓦。它的表现怎么样？我们拭目以待。现在这个充电站已经运行了30分钟时间，给大家说一下温度的情况。因为这个壳体这么厚，咱们没办法用这个温度采集线，所以说我隔15分钟就来检查一下温度。在15分钟的时候，这个电力坦克的表面温度是41.7度，充电口温度为58.9度。在半个小时的时候，壳体温度为51.3度，充电口温度为72.5度。现在这个充电口2个功率都已经停了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曲线图，2个充电口并行输出240瓦功率，运行了35分钟时间，有35分钟的输出能力，应付2台笔记本完全没有任何压力啊。因为笔记本是动态负载，我们这个是硬负载，35分钟的输出能力已经是非常厉害的了。这一次咱们是做的200瓦的功率拉载啊，大家看充电曲线图，2个充电口输出100瓦的功率都是在37分钟的时候直接关掉了。这个在运行到半个小时的时候，壳体温度只有47摄氏度，充电口的温度有67摄氏度，但是后面7分钟就把功率关掉了。这个黑鱼电力坦克应该是30多分钟的定时器啊，30多分钟的输出能力，用来应付2台100瓦的 MacBook Pro， 完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。这是这一款黑鱼电力坦克165瓦烤机的情况。这一个 C1 口是100瓦的功率一直在输出，这个口是65瓦的功率输出，已经2个小时了，没有停啊。大家看这个充电曲线图就知道了，足足的2个小时。这个烤机的过程，前2次温度我是每隔30多分钟测量一次温度。第一次测到它的壳体温度为46.4度，充电口温度为58.8度。第二次是1个小时0几分钟的时候，壳体温度为57.8度，充电口温度大概是74.4度。最后一次温度，壳体的温度是63.4度，充电口温度为80.3度。从1小时20多分钟开始，温度一直在80度左右徘徊了。这一轮测试下来，它的165瓦是可以长时间输出的，140瓦、100瓦就不用测了，更加是没有任何压力的。这种满功率输出的能力，大家觉得这个电力坦克厉不厉害？这一个黑鱼电力坦克，它有4个充电口，功率分配是怎么设置的？我们马上来进行测试一下，看看它会不会有断连的情况。首先是双口功率分配 ，C1 口加 C2 口。C1 口我们先启动140瓦功率，我们再接上 C2 口，接上的瞬间，这边功率是纹丝不动的。C2 口就直接启动100瓦的功率，没有断连的情况。我们拔掉 C2 口看看啊，拔掉 C2 口 ，C1 口也是纹丝不动。C1 口加 C3 口的情况 ，C1 口启动140瓦，我们接上 C3 口，接上的瞬间纹丝不动啊，这个更加不会超功率了。2个充电口总功率也就是160-170瓦。我们拔掉 C1 口看看，拔掉 C1 口 ，C3 口没有断连，它的功率要重新调整一下。C1 加 C4 跟 C1 加 C3 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们再来看看 C2 加 C3 的情况 ，C2 口启动100瓦，接上 C3 口的30瓦，接上的瞬间 C2 口是纹丝不动的啊 ，C3 口就启动30瓦的功率。我们拔掉 C3 口 ，C2 口也是纹丝不动。我们拔掉 C1 口的100瓦。
C3 口也是纹丝不动。C2 加 C4 口跟 C2 加 C3 口情况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们再来看 C3 加 C4 的情况。C3 口我们启动30瓦，我们再接上 C4 口，接上的瞬间 C3 口是纹丝不动的， C4 口也启动到30瓦的功率，证明这个 C3 和 C4 口它是独立的模块啊，两个充电口互不干扰。我们再来看看它的3口功率分配，还是 C1 口先启动140瓦，再接上 C2 口，C1 口没有断连，这个时候我们再接上 C3 口的30瓦，接上的瞬间 C1 口断连了，重新调整功率变成100瓦，总功率就是230瓦。我们再拔掉 C3 口，C1 口同样的要调整一下功率，但是还是在 PD 3.0 的100瓦功率，要让它回到28伏5安的话，就要重新拔插一下。C1 加 C2 再加 C4 跟刚刚测试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。我们再来看 C1 加 C3 加 C4 的情况。C1 口启动140瓦，我们接上 C3 口140瓦纹丝不动啊。C3 口启动 PD 30瓦，再接上 C4 口，接上的瞬间 C1 口就调整为 PD 3.0 的100瓦功率，总功率是160瓦。3个充电口同时使用的时候，我们接上第3个充电口的时候， C1 口它会调整为 PD 3.0。我们再来看看 C2 加 C3 加 C4 的情况。先启动 C2 口的100瓦，我们再接上 C3 口， C2 口纹丝不动，这个时候我们再接上 C4 口，两个充电口都没有动啊，3个充电口一起总功率是160瓦，都是 PD 3.0。拔掉 C3 口，C2 口也是纹丝不动，还是100瓦。我们再来看看4口同时使用它的功率怎么分配的。C1 口启动140瓦，我们接上 C2 口，接上瞬间没有断连，我们再接上 C3 口，C1 口调整为 PD 3.0 的100瓦。3个充电口总功率230瓦的时候，我们再接上一个充电口，接上的瞬间 C3 口它调整功率变成了只有15瓦的功率了啊。其他的2个充电口是纹丝不动的，这边的功率的话就变成了20瓦的功率，总功率始终是在240瓦左右。这一轮测试下来，就证明这一个电力坦克它内部的降压模块应该是4路降压模块，总功率设定在240瓦。经过前面的测试，这个黑鱼电力坦克协议做得很不错，兼容性也很好，它的多口功率分配的策略做的也是很不错的。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一下它的 AC-DC-DC 的2级转换效率的情况。我们现在测的是110伏的状态，因为这个电力坦克它是带 RGB 的氛围灯的哦，所以说它的待机功耗比普通的排插它要高一点。它的插电它是没有浪涌功耗的。经过几分钟测试下来，我综合平均了一下，它的110伏待机功耗大约是 2.8 瓦，15瓦功率的时候110伏输出大约是 20.5 瓦，这边输出是15瓦，折合转换效率为 73%。27瓦功率的时候110伏输出34瓦，这边直流输出27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79%。36瓦功率110伏输出44瓦，这边直流输出36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2%。45瓦功率110伏输出53瓦，这边直流输出45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5%。65瓦功率110伏输出74瓦，这边直流输出65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8%。100瓦功率的时候110伏输出112瓦，这边直流输出99瓦，折算转换效率也是 88%。140瓦功率110伏输出153瓦吧，这边直流输出140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92%。现在是200瓦功率的时候110伏输出221瓦，两个充电口加起来是201瓦功率，这样折算下来它的转换效率大约是 92%。现在是240瓦功率110伏输出264瓦，这边直流输出是241瓦，这样折算下来它的转换效率约为 91%。这个高功率的转换效率做的还是可以的。现在是220伏电压的状态啊，插电的瞬间跟110伏一样，它是没有浪涌功耗的。然后经过几分钟测试下来，它的待机功耗大约为 3.1 瓦的样子，在带 RGB 氛围灯的情况下做到 3.1 瓦的待机功耗也是很不错的了。15瓦功率的时候220伏输出22瓦，这边直流输出15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68%。27瓦功率的时候220伏输出36瓦，这边直流输出27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75%。36瓦功率的时候220伏输出46瓦，这边直流输出36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78%。45瓦功率220伏输出56瓦，这边直流输出45瓦，折算转换效率 80%。65瓦功率的时候220伏输出
78瓦，这边直流输出65瓦，折算转换效率83%，100瓦功率的时候220伏输出113瓦，这边直流输出99瓦，折算转换效率88%，140瓦功率220伏输出152瓦，这边直流输出140瓦，折算转换效率92%。现在是双口200瓦功率输出，220伏输出219瓦，这边直流输出大约是201瓦，折算转换效率92%。现在是240瓦的最高功率，220伏输出260瓦，这边直流输出241瓦，这样折算下来，转换效率约为93%。这个电力坦克它的高功率转换效率是非常高的。这个电力坦克功率输出能力很顶，转换效率高功率阶段做的也很顶，但是它的电流输出干不干净，我们就要看它的交流文波控制的能力怎么样。现在马上来进行测试，这也是各位老铁们最关心的一个数据啊。我们4个充电口全部都要测试一遍。首先是来测试它的 Type-C 一口的文波，我们测试文波统一的用1毫秒的延时分辨率，这样文波看得清晰一点。15瓦的时候，文波最高 24.7 毫伏，平均文波 18.2 毫伏左右。27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23.8 毫伏，平均文波 17.9 毫伏左右。36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32.9 毫伏，平均文波 19.9 20毫伏左右。45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33.9 毫伏，平均文波 23.7 毫伏左右。65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28.7 毫伏，平均文波 16.8 毫伏左右。100瓦文波最高的时候31毫伏，平均文波 17.3 毫伏左右。140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67.2 毫伏，平均文波30毫伏左右啊。我们现在来看 Type-C 2口的文波，15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44.1 毫伏，平均文波 26.7 毫伏左右。27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57.4 毫伏，平均文波 29.9 毫伏左右。36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62.1 毫伏，平均文波 32.4 毫伏左右。45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59.4 毫伏，平均文波 37.8 毫伏左右。60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46.8 毫伏，平均文波 28.8 毫伏左右。100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44.7 毫伏，平均文波 31 毫伏左右。我们现在来测试 Type-C 3口的文波，15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18.99， 也就是19毫伏，平均文波 17.8 毫伏左右。27瓦文波最高的时候 26.9 毫伏，平均文波 22.2 毫伏左右。12伏档位30瓦功率，最高文波 32.97， 也就是33毫伏，平均文波 29.5 毫伏左右。15伏档位30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39.1 毫伏，平均文波 33.3 毫伏左右。20伏档位的30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 36.1 毫伏，平均文波 27.1 毫伏左右。现在就是 Type-C 4口的文波，15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 20.7 毫伏，平均文波 19.5 毫伏左右。27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 29.7 毫伏，平均文波 27.5 毫伏左右。12伏档位30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 35.9 毫伏，平均文波 33 毫伏左右。15伏档位30瓦功率，文波最高的时候 41.96， 也就是42毫伏，平均文波 37.2 毫伏左右。20伏档位30瓦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 32.4 毫伏，平均文波 27.3 毫伏左右。这一轮测试下来，这4个充电口的文波都属于极品般的存在。特别要强调的是，这2个30瓦功率的充电口可谓是 iPhone 的绝配。这一轮深度测试下来，这款黑鱼电力坦克桌面充电站确实不只是靠 RGB 灯来吸引眼球，外观上赛博风格的外观，科技感拉满，再加上 RGB 光环的视觉效果，电竞玩家估计一眼就会爱上。4个 C 口的快充协议的兼容性表现相当不错，尤其是100瓦的 C2 口，值得单独的肯定。它虽然检测出华为的 22.5 瓦的公开版协议，但是并没有公开支持，而是优先匹配了荣耀的100瓦 PPS 快充。这背后的取舍说明了一个问题，这不是乱堆协议的机器，而是一个对当下快充生态非常了解的工程师产品。实测它的重载能力也是没有拉胯，200瓦、240瓦的持续输出时间都是在35分钟以上，同时供电2台100瓦级的笔记本都可以稳得住，而且165瓦大功率段是可以长时间恒定输出的，称得上是一台扛得住大负荷的桌面充电站。效率方面更是让人眼前一亮啊！
140瓦以上的负载，92%以上的转换效率，在 AC-DC-DC 的两级结构下能做到这一点，证明它的内部的用料和架构的设计并不随便啊。最后一个亮点就是纹波，特别是2个30瓦的 C 口，在满载的情况下依然低于50毫伏，几乎是为 iPhone 类设备量身打造的一个供电环境啊，稳定性极高，这也是目前不少国产插线板类的快充充电站达不到的水平啊。综合来看，黑鱼电力坦克是一款定位明确、性能强劲的桌面整合型快充插线板，它兼顾了外观的氛围、实用的输出、供电安全与工程功底。如果你是桌大玩家、电力重度用户，或者正在找一款既能大功率快充，又能带动主力设备的桌面充电中枢，这款产品值得考虑。但如果你更看重性价比，或者不带需要 RGB 氛围灯、电竞风的造型的元素，那可能会觉得功能有余，预算略高。一句话总结啊，它想当插线板，但它这强悍的实力更像是一个带电源管理系统的桌搭中枢。说它是电力坦克，真的不为过。测是为了了解，猜是为了真相，认真测猜，客观输出。我是离火车猜，感谢各位老铁一直以来的鼓励和支持，有你们的陪伴，就是我继续猜下去的动力。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